在《夏洛特烦恼》中，夏洛穿越到1997年，从此走上人生巅峰，迎娶校花，走上春晚，那感觉就一个字儿：爽！今天我们不聊穿越啊，我们聊聊脑子的事儿。小伙伴们知道吗？如果回到100年前，我不确定你能否像夏洛一样走向人生巅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你的智商可以碾压当时的普通人。你没准能成为一个数学天才或者物理学家，甚至还有可能拿个诺贝尔奖。可能有小伙伴不相信，但咱们可不像电影那样天马行空，这是有理论依据的。自从100多年前智力测试首次问世以来，我们的智商一直在稳步上升。与1919年出生的人相比，哪怕是今天的普通人也会被视作天才。这种现象被称为福林效应。詹姆斯·福林研究过去1个世纪的 IQ 指数时，他发现了一个稳定的增长趋势，每10年提高3分左右。比如从1932年到1978年，美国年轻人的 IQ 平均指数提高了14分。如今智商的增幅在一些国家已经累计到了30分，所以他断定人类的智商在不断提高，后浪推前浪，一代比一代强。当然，福林效应也受到了众多专家的质疑。首先，他们认为人类智力变化是基因演化的产物，100年的时间尺度实在太短了，根本不可能发生突变或者进化。其次，用 IQ 分数来衡量一个人的智力潜能，可信度不高，因为人们的许多认知能力是相关联的，比如你的空间推理能力与模式识别能力与你的数学语言能力有关，而这些都是可以后天学习和提升的。虽然专家们质疑福林效应，但并没有质疑人类智商的发展。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回溯到人类智慧的起源，会发现智商增长的确是不争的事实。300多万年前，从我们的祖先直立行走的那一刻，头骨化石的扫描结果显示，最早的两足类人猿南方古猿的大脑体积只有400立方厘米，所以只能处理寻找食物、躲避猛兽这种最基础的生存问题。40万年前，海德堡人的大脑体积达到了1200立方厘米左右。研究表明，他们可以简单交流、群体合作，制作工具猎杀大型动物。而现在，我们的大脑体积大约是1300立方厘米，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大脑体积的扩张有助于存储和管理更多信息，从而帮助人们应对更多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所以，主流理论认为，大脑体积的扩张是人类对群体生活中日益增长的认知需求的回应。为了探究大家为什么这么聪明，我翻了一些文献，在2012年河南大学学报第31卷第1期《浅谈人类脑与智力进化》中找到一些观点。动物和人的大脑基本功能是差不多的，都可以感觉环境刺激，控制机体运动，还有学习跟记忆。而人的大脑更高级的功能，比如语言、劳动、逻辑思维和想象，这些是如何在进化中得到的呢？一般认为有下面3个环节。第一个是劳动，劳动需要双手来执行，因此大脑皮层逐渐产生了位于中央后回和中央前回分管双手的精细感觉与运动的区域。同样，人类创造了语言、音乐和绘画，久而久之，在大脑皮层也烙上了相应的语言中枢、音乐和绘画中枢。2. 基因突变，现在已经证明许多基因控制着脑的进化与发育，比如 SHH 脑发育相关基因， FOXP2 语言相关基因， PAX-6 细胞分化相关基因等等，它们都是大脑进化正选的信号基因。3. 饮食，人类虽然是杂食类动物，但在进化早期，人的体型并不允许自己天天吃肉，但随着人类群居和使用工具，对动物捕杀能力越来越强，人类食谱中肉类成分越来越多。接着，农业、畜牧业的出现，人类食谱更趋于合理。食谱的改变也有利于大脑的发育和进化，使大脑容量越来越大，结构与功能越来越精细。我们可以发现，这3个环节都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演变。福林效应的100年跟这些比起来，也就眨眼的功夫。那短暂的智商增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目前最有力的说法是由于多种环境因素造成的。最好的对比就是我们的身高变化了。人们今天的平均身高比19世纪高了11厘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基因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变好了。无论福林效应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够享受的好日子不多了。我们似乎都已经达到了这个时代的终点，智商的增长停滞了，甚至还在倒退。研究员在分析了1962年至1991年出生的挪威男性智商测试分数后发现，1975年后出生的人群智商测试分数出现稳步下降。类似的研究也显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丹麦、英国、法国等国。人类平均智商每年下降 0.2 分，也就是10后与他们的父辈75后比较，智商足足下降了7分左右。这就尴尬了，难道后浪会一代比一代弱吗？这一理论太匪夷所思了。
你看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每天想的事情可比我们当年丰富得多，偶尔还会提出一些令成人难以解答的深度问题。这种趋势比最初的福林效应更难以解释。不过研究者认为，这或许与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便捷有关，因为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智能，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留给我们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80后可能感觉不是很强烈啊，对于90后、00后来说，这些年轻群体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生和成长的。随着智能手机的问世，以及后来的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他们对于屏幕的依赖越来越强烈。数据显示，8至12岁的儿童平均每天花5小时，而13至18岁的青少年平均每天花7小时在屏幕上。一名18岁的年轻人在屏幕前花费的时间相当于30个学年，或15年的完整工作日。法国神经学家米歇尔·德米尔热在其著作《数字傻瓜工厂》中提到，一个人的主要智力基础，也就是帮助我们组织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因素，会受到身体和心理的影响。随着我们不断成长，大脑的结构也会逐渐成型，其最终特征取决于我们的经历。在生活经历的影响下，大脑的某些区域会变厚，而另一些区域则会变薄，一些连接会发展壮大，另一些则会逐渐消亡。事实证明，玩动作类电子游戏会导致与操作摇杆或处理奖励相关的大脑某些运动区域变厚，而这些区域与电子游戏成瘾有关。虽然很多电子设备或者软件都打着教育的名号，但事实上，对于青少年来说，使用电子设备娱乐的时间大约是学习时间的8倍。有几个上学的小朋友可以做到只用 iPad 听网课而不玩游戏。我还记得当时上学以学英语的名义买电子词典，实际上是为了玩抚摸记。可能也是这个原因，那些硅谷大佬们宁愿每年花3万美元把子女送到无科技私立学校，让他们去学习喂鸡、刷猪、缝补衣物，也不愿意让他们去碰自己开发的电子产品。我们创造出的文化也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思维。反向福林效应已成事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用脑方式，防止智商进一步下降。屏幕和智商似乎怎么选都不妥，但至少有一点，除了游戏、短视频、娱乐综艺，我们还是可以用电子设备去学习、创造和提升自己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